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讲解这个 GWD 第9回的第22题，这是一题逻辑题。而你先看到题干这个部分，你就知道这些逻辑题基本上的题型就是所谓的什么解释题。好，那么是解释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文章里的题意，去想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两个矛盾事实要求解释，以及这两个矛盾事实里面比较重要的针对的主题是哪一个 ？OK，那你可以看到文章里面怎么样的，主要两个矛盾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什么？第一个事实是所谓的整体的销售收入下降了。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是其中一个品牌的销售收入上升了。而今天文章你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题干主要针对的是 surprising result，而文章里面这个矛盾事实是谁呢？谁才是令人惊讶的那个事实？是前面这个地方，你们看到 this result appears surprising，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总体的收入上升，总体收入下降。尽管怎么样呢？尽管某个品牌的销售收入上升，好，请注意哦，做解释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文章里面会有两个互相矛盾的事实，一个是常态事实，一个是就是什么？就是让人就是 unexpected 的事实。我们要对准的是那个让人 unexpected 的事实做解释，你不要抓错主题了，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总销售额为何下降？那你今天看哦，文章里面跟你讲某个品牌的销售额上升，但是总销售额下降，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当文章里提到数值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去把这个数值去做分拆，去想哪几个东西会影响这个东西的平衡。总销售额里面不只有这个品牌，还有其他品牌可能其他产品的销售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预测到答案的方向就是什么？只要你能够证明其他的牌子的销售额下降的更多，那么这个时候总销售额下降就有原因了，这样的概念。所以你看有没有看到 C 选项？你只要能够点出有其他的revenue 存在，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已经点出了什么？点出了一个可能的他因了。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答案。OK 哦，好。虽然今天 C 选项并没有说其他的revenue、其他的 sales 是下降的，但是5个选项里面只有它直接点出了这个其他 revenue 存在的可能。那你要记住哦，逻辑题目这个答案是相对的。好，逻辑题目答案是相对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今天就算是什么？好，就算是就算今天他没有讲说其他牌子是下降的，但是只要今天5个选项里面，它最接近我们要讨论的是总销售为何下降这个主题，那它就可以是正确答案。OK，所以不要想说什么我一定要找到说其他产品的销售额下降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它不一定会写出来那么明白。但是5个选项里面只有它最接近我们要找那个断桥这样的概念。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什么？我们来看其他4个选项。如果各位都选到的话，主要是犯了什么错误 ？OK，好，如果各位选到 A 选项的话，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如果你选到 A 选项的话，你可能要检讨一下，下一次在看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结论里面的这个事实抓出主题来。文章主题叫销售额是不是下降？但是 A 选项就讲到是花费，那你要知道花费跟收入是分开的议题，花费不包含在收入之内，收入讲的是什么？收进来的钱。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下一次看文章的时候，请特别去把文章里的主题抓出来。OK，好。那今天如果你选到 B 选项的时候，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你没有去注意到文章里面怎么样呢？它其实只有在针对这间公司内部做讨论，而今天 B 选项却把它跟其他的竞争者统一来做比较，所以 B 选项属于比较无关。所以下次在看文章的时候特别小心，文章里的主角到底有几个，它的范围是聚焦在哪里讨论。这篇文章只有来讨论这间公司里面 ，OK， 所以你不能说什么跟别的同业来做比较 ，OK。好，那再来，如果各位选到的是都选项的话，这时候问题来了。好，今天如果选到都选项，代表说你刚刚看文章的时候没有去抓准你要解释的方向。文章要抓准的是解释说为什么今天某个品牌的销售上升的情况下，总体金额还会下降，所以你的方向是要找出其他可能会导致下降的因素。但如果都选项你说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 provide that revenue，换句话说，所有的收入其实都聚焦在谁身上？聚焦在所谓的 D 身上，这个时候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反而是排除了他因。OK，所以如果刚刚选到都选项，你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下次看文章的时候要不要把方向确立这样的概念。好，那再来这题如果选到一选项的话，问题在哪里呢？好，如果选项一选项的话，注意一选项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可能是第2次筛选才会比较注意到细节。
如果刚刚没有经过第二次筛选而怀疑一选项或最后挣扎的选一选项的话，这时候请修正下一次的解题流程。很多时候今天除了主题无关跟方向相反之外，有一些选项它是故意设计在细节里面考你怎么样呢？有没有落在前提之前？什么意思？就是文章里面其实主要讨论的主题叫做销售额为什么会下降。文章里面给的 premise 是什么？是说今天好，第一这个品牌的销售额其实有成长。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说，我们没有要去解释 premise。如果选到一选项的话，其实在干嘛？其实在讨论的是公司是怎么样去得到第一这个销售额的，是怎么样得到这个 premise 的。OK，一选项它其实在干嘛？解释说为什么第一这个品牌好的这个 revenue 会上升，是不是因为它怎么样呢？它打了大的折扣才会让低的销售额上升？但要记住，我们文章里面从不解释前提。OK， 我们也从不把结果往后推，我们只讨论的是原因到结果这个 scope。OK， 所以一选项它的问题在于它的 scope 是无关的，哪里无关？文章里面只讨论前提到结果这一段，而不讨论前提之前或结果之后的问题。好，但是这个东西通常一开始很难看得出来。好，所以如果你今天选到一选项，是因为你刚刚没有二度回文定位思考的时候，下次请修正自己的解题流程。那如果你刚刚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在讨论前提之前，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所谓的结果之后的时候，下一次可能就是怎么样呢？就要好好的在看文章第一次的时候，就确定谁是因，谁是果，谁是文章里面要讨论的 scope。OK， 好，所以这一题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看文章的时候，你要去抓住好解释题里面那个矛盾事实，并且把矛盾事实里面那个关键的讨论的主题因素，这个总销售额分拆成好几个什么可能会影响的因素。文章里面可能只讲到一部分，你就要去联想到我们要把剩下的断桥补起来。OK， 那今天这个断桥不一定要真的点出来方向。好，如果今天其他选项都没有碰到点的情况下，我只要点出断桥存在，其实一样可以。你要记住 ，CR 跟 LC 是一样的。好，就是不是今天说一定要完全符合你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明确的方向。好，如果今天怎么样呢？别的选项没有点出来的情况下，它只要点出来了，不一定要把方向讲清楚也可以。换句话说，今天 CR 跟 LC 一样，都是找一个相对好的选项。看到它这边写 does must，别的选项都无关，或者是方向相反的情况下 ，OK， 或者 scope 无关的情况下，只要你今天是唯一落在 scope 里面的，唯一落在主题里面方向有点到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好，它也可以是正确答案。好，当然他今天写出来方向更好，他今天写出来说这些其他 revenue 上升更好。但是如果其他选项没有更明确的时候呢 ，C 选项可以是正确答案。OK， 好，那今天刚刚的如果选到了 A 或 B 或多个 E 的话，你都要注意哦。今天我们不是只有来检讨这个题目，我们是要抓你下一题的盲点，所以你就要分别注意下一题确定主题，确定文章的主角，好，有没有跟别人比较，确定有没有抓到文章的方向，以及确定文章的什么 scope 的因果范围。好，就是今天我们对 GWD 第9回第22题解释，答案是 C。